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挑选食材啊？什么时间点才是最佳的时间？它会有一个价格的区间吗？好，那我们这边请。建材大小事，每日学一词。大家好，我是住得好。今日要介绍的字词大理石。大理石是一种自然生成的石材，经常作为建筑及室内的装饰性材料。普遍认知的大理石有3种，分别是大理石、花岗岩及石英岩。产地多在意大利、巴西、印度、中国等地。台湾的花莲也曾被誉为东方大理石之都。大理石普遍被认为价格较高的建材，这是因为产地普遍不在国内，大多需要仰赖进口。随着产地的远近，会产生运费、报关费等费用。矿区的产能、开采的难易度以及耗损率、纹理的稀有度也会影响价格哦。那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一位食材专家来为大理石做个更详尽的解说，欢迎陈豪食材 Kyle。嗨，大家好，我是陈豪食材的 Kyle。想请问一下 Kyle， 刚刚我们有聊到，大理石其实有分为大理石、花岗岩跟石英岩，请问这3种石材的差异是什么呢？好，那其实我们常听到大理石，它其实是一个天然石材的统称。那在台湾的市场上，我们最常看到就是大理石、花岗岩跟石英岩。那如果我们以成因来看的话，大理石它通常是用造山运动所形成的。那花岗岩它是一种火成岩，它通常都是地里的岩浆所形成的。那再来是石英岩，石英岩它就是石英的变质岩，它可能是砂岩跟细岩它一些变质作用所形成的石头。接下来想请问一下，这3种石材在硬度上面有什么样的不同吗？其实最简单的区分方式就是硬度，最软是大理石，因为它晶体结构的关系，它的末世硬度大概是3到5左右。那接下来是花岗岩，花岗岩的末世硬度大概是6到7，已经算是比较耐用的材质，可以使用在外墙。那最硬的就是石英岩，其实也是现在国际非常流行的石种，它硬度是7度以上，抗酸抗碱，所以是非常耐用的。除了成因跟硬度之外，如果我们要用肉眼区分这3种石材，那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好，那其实比较常见的大理石，它的纹路跟纹理，其实纹理比较柔美，然后它的颜色也比较均匀一些，所以很多客人会喜欢用。它再来是花岗岩，花岗岩它的耐候性比较高，但它的纹理比较一致，我们常见在建案的可能大厅或是墙壁的地方会看到。那最后就是石英岩，石英岩是现在非常流行的石种，它常会带有半宝石的光泽，所以现在还蛮多客人会喜欢用的。接下来想问一下大家最关心的议题，那就是这3种石材的价钱，它们是怎么样区分呢？好，那其实我们很难以这3种石种去区分它的价格。基本上影响石头的价格呢，有3个因素。第一个是产地，如果这个产地离台湾非常遥远，那它的运输成本以及报关的费用就会比较高。还有就是当地的人力成本以及技术的成本，这些都会影响石头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的费用。第二个是产能，如果我们想要的颜色是比较特殊的，或者是它在矿区里面的产出的时候呢，会有些耗损。可能我有100吨的石头，只有10吨可以用，那这个时候的耗损率会非常高，那进而来说也会增加它的成本。第3个就是石头本身的花纹以及质地，有时候我们想要找一些蓝绿色的石头会比较珍贵，或者是水晶类、半宝石的成分，这些的价值性就会非常高，那当然石头的成本也会变得比较高。一般来说，大理石的保养好像很困难哎，想问一下Kyle，你有没有什么建议或是 paper 可以分享给我们知道的呢？因为石材这种东西是天然的建材，会有毛细孔，所以一定会有污染的问题。基本上呢，我们有4种方式可以去避免。第一个，在使用浅色大理石的时候，我们会避免使用过湿的拖把或是抹布，因为可能会造成吸水。那第二个就是吃色的问题。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稀释的双氧水，再用保鲜膜去覆盖一段时间，就可以减轻它的污染。那其实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建议客人去找专业的人员来处理。第3点，我们可以去买市面上的大理石专用的清洁剂，其实都可以自己做很好的清洁保养。最后一点，我们都会建议客人在居家的空间中，你可能使用8到10年，你可以找专业的人员来你家做大理石的抛光美容处理。基本上你们打磨之后呢，就跟新的一模一样。谢谢Kyle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跟详尽的介绍，总感觉有点意犹未尽，能不能带我去大理石材厂参观看看呢？好，没问题，我们走吧。听了这么多大理石的小知识，想必大家一定也很疑惑，到底大理石要怎么选，要怎么买？接下来我们赶快把画面交给在棚外的主持人卫斯理。建材大小事，我为你解释。我是卫斯理。现在呢，我身处的位置是新北市的八里区，沿路经过非常多的石材厂。今天呢，我们还特别邀请了一个石材专家来为各位解答如何挑选适合自己的大理石。各位观众朋友，跟我一起来吧 ，Go！ Kyle， 嗨，
Kyle，我想要来询问一下，就是为什么巴黎啊，整条街都会是食材厂啊？对你讲没错，这就是俗称的食材一条街。是在巴黎的街上啊，我们大概有上百间的食材。上百间？对，没错。那其实这就是一个聚集经济的概念啊。从可能室内设计师或者工程行，他会带屋主来这边挑食材。他其实现在很多业主会自己来这边挑食材哦。所以其实这整条街就有点像是一个聚落的概念，大家都会来这个地方挑，所以现在已经是部分设计师或是自己其实都会来。没错没错。那可不可以请Kyle来帮我们了解一下食材厂它是怎么样子的运作？可以请Kyle来带我们来参观一下吗？好，我们走吧。Kyle，我想要帮观众朋友来问一下，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挑选食材啊？好，你问得很好。其实一开始我们可以先知道，食材在设计的时候可能会用对花或是不对花。对花或不对花。那不对花又分为顺纹或是乱拼的方式。是。它其实除了颜色跟纹路之外，怎么去表现在空间里面也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今天如果是来到现场这边看，所有的部分我可以随意的挑选吗？其实没有。其实我们在挑选食材的时候，我们从原石挑选再去裁切。对。那我们裁切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做一个片号的整理。那比如说你可以看到这边，我们从每一片都有它的片号。所以这个上面的数字就是所谓的那个编号。对。那我们必须要照片号来做买卖。比如说我们有1号到10号，是。那你就只能从1号或10号开始买，从头尾然后往中间这样子。那我好奇一下，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一个规矩？这样规矩是因为食材它天然的纹路，我们第一片跟最后一片，它的纹路可能会从纹路会慢慢的往上或往下。对。那我们必须要照号码，它的纹路才对得起来。那接下来是不是请Kyle来带我参观一下其他的部分呢？好，我们走吧。其实我这样觉得啊，真的买食材非常靠缘分的。其实真的是，你今天看跟下次看，可能偏好又不一样。对，真的很像在找主人一样。那如果假设我今天在消费者如果想要来了解一下说，我要怎么样来看食材，事情要准备什么吗？对，那其实来看食材的话，尺寸非常重要。尺寸。那因为我们食材尺寸是天然的，对，所以必须要合你的尺寸，我们才比较好去计算你的片数。是。那如果假设我今天要去合这个尺寸，难道不用带其他的东西来吗？如果你有设计师的3D 图，那我们就可以把你的食材做一个模拟，让你更了解在空间中它的效果怎么样。哇，天哪，这个还有打光，很漂亮。想问一下老板说，为什么呢？要到食材厂自己亲自来看会比较好啊？没有错，我真的非常推荐消费者来现场看。你可以看，例如这一片，它食材本身的光泽还有水晶透光的程度，你真的照现场看才看得出它最纯粹、最美的样子。是，所以其实在这个板材后面，你们都有再加一个光源。对，不只是透光，我们还有可能雕刻面、凿面、雾面的处理。那其实你看小样板，你是看不出来它整块的漂亮的程度。看为什么要来带我来参观这里呢？其实这个地方非常特别，我们用石材、木皮跟茶镜的结合。那像这种异材质的结合，现在装修还蛮流行的。是，那如果假设呢，我们要来挑选食材，什么时间点才是最佳的时间？这个非常重要。那我们都会建议客人在整体规划的时候就来挑食材，因为如果你喜欢食材的话，它的颜色跟尺寸都是天然的。那当你先选好食材，其他材质再做搭配，这样你食材会比较好挑选。那大多数的观众啊，有时候可能会很常遇到事后就没有办法在设计之前。那在事后有什么时间点是最晚的时间吗？我通常建议客人在木工退场前就来挑，是因为我们有时候遇到客人说，我下礼拜可能赶快要进食材要进场，对。可这时候木工退场之后，你挑的食材如果尺寸差了一些，如果多一点少一点，那你就需要木工来帮你做调整，那这样子才不会显得非常尴尬。接下来想帮观众朋友来问一下非常重要的问题，有关于价格，这个部分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好，那我们这边请。好的。其实我们食材是以材计价，以材计价是30乘30公分。是。那看一片几材，我们就去做计价这样。是。那像这么一大片的大板，哇，可能就有60材左右。对。那我们就是看一材多少钱去做计价。那这个部分它会有一个价格的区间吗？会有，而且那个区间还蛮大的。是。举例来说，我们最常见的食材，可能一材是可能100-200块。对。那最贵的有到3-4千块以上，哇，甚至有上百万的我们都有。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价差？其实我也常遇到客人这样问。对。那因为一个矿山里面，可能它的产量很大，那当然它的价格就比较低。是。那有的比较稀有，甚至带半宝石的，那价格就非常高。那我们可以看后面这块石材，基本上天然的石头带蓝绿的都比较贵。带蓝绿比较贵。对。那尤其像这一颗，它可能大部分的原石都是这种白色的。对。那刚好这一颗带非常漂亮的绿色。是。然后我把它带回来台湾。
它产量很少，当然价格就会比较高。其实，我原本预设一个食材厂会像沙市场一样烟雾弥漫，没有想到其实逛食材厂这样子，就好像逛一个博物馆的一个感觉。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我们的食材专家 Kyle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我想说，是不是接下来再带我继续来逛一下我们其他的一个部分呢？好，没问题。大家拜拜。好的，今日每日一词的内容就是这样，千万别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及开启小铃铛。我是住得好，每日一词，下次见。